大家好，欢迎派先驱者再次来到我的频道，祝愿每个挖派先锋每天都有个好心情。目前有部分先驱者首页出现了一个新的提示，显示不会处理 KYC 了。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提示和内容呢？下面是具体提示图标，是一个红色的大圆，内容是这么说的：您的 KYC 申请将不会被处理 ，KYC 应用程序需要人工验证进行处理，拒绝允许人工验证检查您的 KYC， 您将不会通过 KYC。也就是说，现在收到 KYC 提交了 KYC 之后，还有可能收到 KYC 的最新提示，需要同意 KYC 才能够顺利的处理 KYC， 并通过不同意将不会通过 KYC。因此，现在是否收到了 KYC 或者收到了还没有通过，需要注意这一点，以免影响通过 KYC 或者不能通过 KYC。很多人讲 KYC 既然那么麻烦，为什么不承包给第三方？第三方的 KYC 一个人的费用是1到3美金，请问5000万人要花费上亿美金，谁来出这个钱？很多键盘侠还有杠精说，为什么很多项目 KYC 都是免费的？就比如加密交易所，您注册交易所是去消费的，项目方巴不得给你20美金叫你注册，你入金1000美金，损耗加手续费都要20美金，他还在乎你那1-2美金的 KYC 的费用。目前 KYC 所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接下来没有收到的就会慢慢收到，没有通过的也一样，都会在开放之前收到和通过。Web3 引领了去中心化身份的浪潮，重新定义了传统的 Web2 模式，将数据掌控权从中央机构回归到用户手中。这一变革有望重新构想数据主权和数字声誉的概念。Web3 的涌现不仅是一次技术革命，更是引发了声誉经济的新篇章。在当前的数字声誉体系中，用户的声誉往往由中心化机构创造，线上互动活动机会和信任度都受到声誉的影响。然而，这种体系忽视了隐私保护和用户对个人数据的掌控权，因此我们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变革，以构建新的声誉经济体系。Web3 的去中心化本质推动了身份管理的演变，使其从中心化转向用户自主管理。尽管充满激动，但这一转变也面临着许多挑战。为了充分应对这些挑战，我们需要更深入的理解、探索如何在 Web3 时代高效地实现这一转变。Web3 的兴起以及强大的身份系统的必要性。Web3 的到来带来了全新的互联互通方式，声誉不再仅仅是主观评价，而成为了一种基于加密的数字共识。在去中心化世界中，声誉能够引导互动，加强权益，促进交流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用户在 Web3 中的体验。Web3 标志住中心化身份的转变。传统的中心化身份存在隐私和垄断风险，然而将身份管理权下放给用户，使他们从 Web2 的封闭体系中解脱出来，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。在低资产交易以及其他互动行为中，身份在 Web3 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在这个新的领域中，信任至关重要，而身份则成为解锁新体验的先决条件。因此，构建社区感和平等感对于 Web3 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。当前声誉体系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。随着系统的发展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链上和链下数据的不一致性导致信息碎片，难以整合。这些数据断层导致身份信息不完整，从而阻碍了声誉体系的实施。在个人信息价值极高的时代，用户对隐私的担忧普遍存在。现有体系经常在未经用户允许的情况下滥用其个人信息，这与个人身份的自主性相背离，同时也迫使我们迫切需要更完善的数据管理策略。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在去中心化世界中有效地使用声誉。现有系统往往无法准确评估声誉，而这是影响信任、权威和机会的重要因素。解决之道不在于技术，而在于深刻理解声誉在人类层面的重要性。展望未来，新一代声誉和信任协议在 Web3 领域，协议是关键因素之一，它们可以在去中心化框架中重新构建身份和声誉。这些协议的核心功能是将复杂的动态信任转化为可度量的指标，从而帮助我们在去中心化世界中高效运作。这些协议的目标是整合分散的链上和链下数据，将宝贵的信息转化为复杂的声誉凭证。这个过程可以将原始数据转化为可供参考的数据，从而更好地理解个体在网络中的行为声誉和影响。在这些前瞻性的协议中，个人主权是一个关键支柱。用户可以基于自己创建的数字身份保护隐私并掌握个人数据。协议的应用也强调了个人自治的重要性。声誉协议的实际应用，在去中心化应用 DApp 领域，先进的声誉协议正在为实际应用带来价值。作为中间媒介，这些协议使 DApp 创作者能够利用现有模型或创新模型来增强用户互动和系统功能。
这些协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，它们有助于 Web3 居民更好地管理声誉。用户可以验证声誉奖励，将链上链下和应用内的数据绑定在一起，以在参与在线活动的同时保护隐私。声誉 NFT 是这些协议的绝佳应用案例。这些代币代表用户在生态系统中的声誉，可以用于状态认证、享受服务和参与数字社区。这种新型的数字代表形式有望重新定义声誉的概念，并在 Web3 世界中发挥重要作用。Pi Network 在这一新兴生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和社交链，在声誉经济的框架下 ，Pi Network 的参与者可以通过贡献算力和参与社区建设来积累声誉，从而获得更多的派币和社区权益。Pi Network 的参与者在网络中构建了自己的数字身份，并通过贡献和参与来逐步建立声誉。这种声誉不仅基于技术数据，还包括社区参与、贡献价值等因素。这种声誉的建立过程与 Web3 所倡导的去中心化和个人主权原则相契合，为用户提供了更多的控制权和参与度。声誉的未来更加细致和全面。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声誉体系的发展，未来的声誉将变得更加细致和全面。在 Web3 时代，用户的在线行为将会产生大量的数据，这些数据可以用于构建更加精准的声誉模型。除了社交互动，用户在区块链上的贡献、交易记录、合作关系等都将成为构建声誉的重要因素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我们需要引入更多的技术手段，如数据挖掘、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，来分析和评估用户的行为。同时，隐私保护也将是不可或缺的一环，确保用户的个人信息不被滥用。Pi Network 作为一个开创性的项目，已经在隐私保护方面做出了努力，为用户提供了更加安全和私密的参与环境。Web3 的出现开启了去中心化身份的新篇章，声誉经济将重新定义用户在数字世界中的角色和价值。通过新一代的声誉和信任协议，我们有望构建更加精准和可信的声誉体系，为用户提供更多的控制权和参与度。在这个过程中， Pi Network 作为一个先驱者，为用户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声誉建立平台，通过共识算法和隐私保护机制，为声誉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。科技越发达，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就越逼近真相，许多事情也能看得更加透彻和清醒。大家越来越明白，提升自己才能看透这个世界的底层逻辑。人生其实是一场马拉松，博士的要实现的愿景也是一样。开放主网不是最终的目的，而是实现愿景关键的节点之一。谁不是在一次次经历风雨后，在时间的加持下，才慢慢成长为参天大树？请给自己装上一份从容，守住一份坚持。你只需一步一步做好当下手头的事情，剩下的交给时间就可以了。那些难以迈过去的坎，终有一天会跨过去。那些属于你的一切，那些你想实现的心愿，也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出现。保持正念，持续努力和学习，逐步完善清单列表。不管是 KYC 映射和生态主网，都会一一的迈过去。时间其实上已经证明了很多的东西， KYC 也好，映射也好，生态也好，转换器也好，就目前来说，已经有一部分用转换器实现了，剩下的也会实现。因此，时间不言不语，却会见证你的所有努力。不要在结果已经出来的时候说过去没有努力。时间不会倒流，且行且珍惜。未来随着技术的演进和社会的变革，声誉经济有望持续发展壮大，为数字世界带来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。通过合理的数据管理、隐私保护和智能算法，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更加公正、透明和有益的声誉体系，让每个人在数字世界中能获得应有的认可和价值。Pi Network 作为一个积极参与者，将继续推动声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，为用户创造更大的机会和福祉。感觉有帮助，感谢分享、订阅、点亮小铃铛，谢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